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为何成最难拍顶流？在代拍圈这个被形容为卷生卷死的灰色竞争场中，一份被私下广泛传播的 KPI 考核表最近引发了不少讨论。这份所谓的地域级难度榜单没有官方出处，却在从业者之间形成了高度共识，而王一博的名字几乎毫无争议地被推上了榜首。对于普通观众来说，这或许只是一个略带夸张意味的段子，但对于长期依赖抓拍素材变现的代拍群体而言，这背后却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行业难题。有代拍在采访中直言不讳，拍王一博的上下班图几乎是业内公认的送命题。这种说法听似夸张，实际上却建立在大量失败经验之上。对比其他艺人的日常行程，许多公开场合本身就具备可拍摄性，路线相对固定，节奏相对可控，甚至存在某种默契，让镜头可以顺利完成捕捉。然而王一博的出现却打破了这种默认规则，他的上下班节奏更像是一场即时展开的神庙逃亡，路径难以预测，停留时间极短，行动节奏紧凑而迅速，几乎不给镜头留下调整与对焦的余地。正是在这种极端不确定性之下，代拍圈逐渐形成了一条颇具现实意味的潜规则：拍到就是赚到，不露脸也能卖钱。与其他顶流艺人对脸拍高清9宫格的标准相比，这种标准几乎是一次被动的降级。但也正因为难度过高，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一帧仓促抓拍的动态画面，也会被赋予额外价值。稀缺性在这里成为决定价格的关键因素，而非画质或构图本身。在实际操作中，外场代拍往往需要付出远超常规的时间与精力。他们提前蹲守，反复确认可能的出入口，试图通过经验判断行动路线，甚至根据以往规律进行推测。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只是捕捉到一个全副武装的背影，帽子压低，口罩遮面，整体造型趋于低调。有人调侃这种状态为养蜂人造型。在多重遮挡之下，面部信息几乎完全消失，镜头所能记录的只剩下轮廓与动作。更大的挑战在于速度。王一博的步伐快而稳定，行进过程中几乎没有停顿，这使得拍摄窗口被压缩到极短的时间范围内。很多代拍在回看素材时才发现，自己捕捉到的不过是一闪而过的高弧残影，即便按下快门，也难以获得清晰画面。至于正脸照片，几乎只能出现在秀场内部的官方拍摄体系中，这对于外场代拍来说，基本属于无法触及的资源。在这种现实条件下，粉丝群体的审美取向也悄然发生转变。从最初对露脸高清的强烈期待，逐渐过渡为对氛围感的接受与甚至偏好。只要画面中出现熟悉的穿搭风格、行走姿态，哪怕清晰度极低，依然可以被快速识别并传播。这种识别方式不再依赖面部细节，而是建立在长期观看经验与整体风格记忆之上。久而久之，模糊不再被视为缺点，反而被重新定义为一种高级感。这种变化反过来加剧了代拍圈的竞争压力。有从业者自嘲，拍别人是工作，拍王一博是极限运动。这句话并非单纯调侃，而是对任务性质变化的直观总结。为了那可能只有0点几秒的露脸机会，他们不得不提前研究地形，规划站位，预判路线，但结果往往仍旧被安保措施和物理遮挡完全封锁。在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环境下，一部分代拍开始尝试转型，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路径是向穿搭内容延伸。当正面影像难以获取时，
他们开始放大已有画面中的服装细节，对私服品牌进行拆解与分析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即便无法提供清晰面部照片，仍然可以围绕同款形成新的内容价值。这种转型既是无奈选择，也体现出市场的适应能力。当核心资源变得稀缺，与之相关的周边信息便会被迅速开发。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，这场发生在明星与代拍之间的猫鼠游戏，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曝光控制的博弈。一方依赖可见性获取收益，另一方则通过降低可见性来维护边界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王一博以一种极端方式证明，只要行动足够迅速，路径足够不确定，镜头就难以形成有效捕捉。这种策略并非刻意对抗某个群体，而更像是一种对个人空间的主动掌控。有意思的是，这种难以被拍的状态，并没有削弱其关注度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稀缺属性。当获取难度上升时，每一次成功捕捉都会被放大传播，而未被记录的部分，则在讨论与想象中不断延伸。稀缺本身成为一种价值来源，这也使最难拍顶流的标签逐渐固化，并在圈内外形成共识。因此，这份所谓的地域级 KPI 考核表之所以能够流传开来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权威，而是因为它精准反映了从业者的真实体验。王一博之所以被推上榜首，也并非单纯的夸张，而是在无数次尝试与失败中被反复验证的结果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这不仅是一个关于拍摄难度的故事，更是当下娱乐生态中关于曝光、距离与价值关系的一次生动体现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